当我查到以612分通过英语6级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告诉了老爸老妈。我爸直接给我转账60万，咱闺女就是强，外国人的鸟语都学得这么好，给你转账60万，你不一直想要台电车吗？就按照你喜欢的买，谢谢老爸，最爱老爸了。我对着手机一阵亲吻，看得男朋友宋光晨好奇不已。他凑过来对我说道：“干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”我兴奋地对他说道：“你现在陪我去买车吧。”我爸庆祝我6级通过，给了我60万，我要用它全买电车。说着我拉着他的手不断蹦蹦跳跳地晃悠。啊，就一个英语6级，你爸就给你60万，你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吧？他的眼神里不断冒着嫉妒的火苗，嘴里恨恨地说道：“我爸10年也挣不来60万呢，要我说呀，叔叔就不会规划。你一个女孩子迟早要嫁人，给你那么多钱干嘛？你也是，还花60万买电车，你不知道电车都是溢价产品呢，就是骗那些有钱人。”他看我不说话了，又放轻语气慢声地说道：“宝宝，你一个女孩子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，难免会被骗。要我说呀，你把钱放我这，我给你好好规划。”我哼了一声：“你想怎么给我规划？”他兴奋地对我说：“拿出30万给我爸妈交养老保险，他们有了社保后，你说出去也有面子啊。剩下的30万给我买台宝马3系，虽然也不是啥豪车，我也就将就开。到时候老公带你去溜风，你就坐在副驾驶，老公每天去接送你，你就等着狠狠地被同学们羡慕吧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陶醉在自己的幻想里。我冷冷地问道：“那车写谁的名字？”宋光晨下意识地说道：“当然写我了。”说完看了我不愉的脸色后，马上又说：“宝宝，你看以后我俩准定会结婚啊，你的东西不就是我的，写我的名字只不过是提前一点而已，到时候你表现得好一点，爸妈的退休金也能给你花，合着我的60万全给他家花了，我还得上赶着表现好点。”我嗤笑了一声：“你可真能做白日梦啊！”宋光晨听我说完，马上脸色一变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是占你便宜了是不？我告诉你，我是把你当成我媳妇的，要不然你的钱给我花我都不花。我告诉你，我人穷志不短，让你给我花钱是看得起你。”看着面前这个狰狞破防的脸，我的恋爱脑一下子就醒悟了，怎么和这个人处对象了呢？我起身要走，宋光晨一把拉住我：“是谁当初说要和我一起奋斗，美好的日子在未来的，合着你在那忽悠我呢呀？”我一把打下他，死死拽着我的手：“你家刚拆迁得到的那2套房，房本上可以加上我的名字不？”宋光晨马上怒道：“那是我家的房子，凭什么加上你的名字？”“对呀，那是我的60万，凭什么给你花？”回到宿舍后，我愤怒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。我跟宋光晨在一起的这半年，总体上来说是快乐的。他每天早早的起床为我买早饭，担心豆浆凉了，特意放到自己的怀里，还省吃俭用的给我买了一个素圈金镯子。只不过我不喜欢金银首饰，就一直放起来没戴。一想到这里，心底也慢慢心软了。这时候，舍友告诉我宋光晨在楼下跪着。我跑到阳台上一看，外面的大雨将他浑身上下淋得湿透。我快速地跑到楼下，想把他拽起来：“宝宝，今天是我错了，如果你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”宿舍楼的阳台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，为了避免尴尬，我赶紧说原谅他了，把他拽到一旁的凉亭里。“宝宝，我今天说的话确实不对，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，你怪我也是应该的。”我听他这么一说，之前的郁结之气也在慢慢消散。他看我脸色缓和了，
又接着说道：“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先把我爸妈的社保交了，他们为我辛苦了一辈子，我不想让他们到老了还没有退休金，只能看别人在广场舞上跳舞。他们有了社保，我们将来的压力也会减少。另外，我也不要宝马了，给我凑合买辆迈腾就行。剩下的钱，宝宝你买个10万以内的电车开着，先练练手，等毕业了再让你爸给你买台好车。”我刚刚散去的郁结之气，此刻又凝聚了起来，甚至比之前的力量还强了10倍。你爸妈不容易，那你自己花钱给他俩买社保啊？我俩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就开始安排我给你家买保险了。我给他俩买个意外险，意外发生后保险额都赔给你，好不好？你还凑合买辆迈腾，你可千万别凑合，你还是自己花钱买宝马吧，可别和我在一起消费降级了。他看我生气了，又看见很多人一直关注这边，尴尬地笑了2声。宝宝，你看你还生气了，我这不也是为咱俩未来着想吗？你看咱学校里面，即使有开电车的，但谁开这么贵的呀？叔叔挣钱也不容易，要我说呀，你还是把钱放我这里才安心，要不然你被骗了，将来找谁都不知道。我看着他八字不离我那60万，心里烦躁得很。我自己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花没了我爸还会再给我。他听我说完，恨恨地瞪着我，即使是在昏暗的路灯下，也能看出来眼神里的凶狠。不等他回应，我直接回到了宿舍。回到宿舍后，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起身给我爸打去了电话。爸爸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把这笔钱用来买电车是浪费啊？我爸听我这么问，瞬间就乐了。怎么会，宝贝，这笔钱给你，你就有使用这笔钱的权利，只要不是违法，老爸都不会干预。我听完老爸这么说，又问道：可是很多人说花这么多钱买电车不值得。哎，老爸，没有什么值不值得，存在即合理。你买电车是为了享受，是为了省油，只要达到你的目的就行了。如果又想要这，又想满足那，过程就会很累，何必让自己这么内耗呢？而且老爸给你的这笔钱就是为了让你开心。如果你觉得买这款电车会很开心，那你就去买，不用在意别人的话，什么性价比高不高的，这些都是次要的，你喜欢的才是最重要的。而且乖女儿，咱家现在条件要比以前好很多很多，挣钱的目的就是为了过上高品质的生活。我挣这么多钱，女儿花钱还小心翼翼的，那我图啥呀？听完老爸这么说完，我心里的石头也放下了。今天宋光晨有句话说得很对，老爸挣钱不容易。小的时候我就看见家里酒店有些客人无理取闹，胡搅蛮缠，老爸低声下气地去哄着。所以今天他这么说的时候，我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有点不顾父母辛苦了。但听老爸这么开导，我心里也是美滋滋的。紧接着，我也把宋光晨今天对我提出来的无理要求和爸爸说了。老爸还没成为我女婿呢，就开始惦记上我家的财产了。这要真结婚了，以后我家的钱不还得姓宋啊？我说女儿，咱们找对象条件好不好是次要的，但人品一定要放在第一位。对于他今天的行为，我表示非常的不满意。我听着老爸说的话，也表示赞同。可是他平时对我也挺好，给我买早餐，舍得给我花钱，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镯子呢。我爸给你买早饭送夜宵，这种的感人方式是最廉价，也是成本最低的。如果你要是被这些小动作吸引了，那你真的是一个妥妥的恋爱脑。喜欢一个人可以始于颜值，但一定是定于三观。你说他给你买金镯子了，你不也给他买联名的球鞋了吗？
花了好几万。是啊，老爸说的对，今天这事也让我看清了宋光晨。原先还想给他一个机会，现在是必须得说分手了。当我要给他发分手消息的时候，我看见宋光晨的页面不断显示正在输入中。我好奇他要说什么，就一直没发。等了至少得有5分钟，我看见他发来的消息：宝宝，为了表示向你赔罪，明天晚上在7号餐厅不见不散。7号餐厅是距离我学校不远的一家法式餐厅，价格不低。宋光晨除了送我那个金镯子值钱外，一直对我也没有什么高消费。我俩吃饭不是在路边麻辣烫摊，就是在串串自助，奶茶也是蜜雪，稍微贵点的都没请我喝过。今天是下血本了，竟然约我在那么贵的餐厅吃饭。也好，当面说清楚分手，比在网上说合适一些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如约到达了餐厅，就看见一身西服的宋光晨手捧玫瑰在餐桌前迎接着我，周围小提琴的声音抑扬顿挫，轻抚着人心。宝宝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！上来就给我一个炸雷。周围的人一看见有求婚的，立马都来了兴趣，轻轻起哄道：嫁给他，嫁给他！我皱着眉头看着眼前的这一切。宋光晨嘘了一声，周围的声音都安静了下来。宝宝一定是害羞了，不过我相信宝宝是愿意的。我不愿意，宋光晨，我不仅不愿意，我还要和你分手。宋光晨听我说完，马上换了一副气急败坏的面孔。你是不是有人了？还是嫌弃我没钱？我就知道你沈黛西不是什么好货色，枉我对你这么好。今天的饭钱都是我1个月的生活费。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真的好搞笑。爸爸说的对，3观不同的人在一起真的不合适。他还在那继续说道：想分手我不同意，我付出了这么多，你说分就分，你耍我玩呢呀？我看他在那无理取闹，对他说道：要不要我把你怎么惦记我那60万的事当着大家的面说一遍？他面色一正，因为周围还有学校的学生，他也害怕自己的心思被人知道。行，分就分，像你这种拜金女、捞女分了，对我也是个好事。不过今天的分钱你必须也给我。我看着眼前的几个菜，确实得是他1个月的生活费。我可一下都没动，谁都没喝，你还想让我平摊？真是做梦！旁边人也对他指指点点。宋光晨，行，那你就把恋爱期间我给你花的钱都给我还回来。没问题，你拉个单子吧。说完我就走了。一想到宋光晨拉单子让我给他还钱，我就气愤的不行。既然他让我还，那我也算笔账。这段时间我也没少给他花。当我整理完之后，一看都惊呆我了，足足有7万多，一般都是衣服、鞋之类的。宋光晨的花费单也出来了，员工13536.8元，最贵的是那个金镯子11000多，其次就是每天的早饭，平常吃的麻辣烫、串香之类的，还有地铁票、公交车票啥的，真是个行人。我把自己的单子给他发过去后，他反而没有动静了，切，怂货。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宋光晨把我起诉了。开庭那天，当我开着新买的电车特意停在他旁边的时候，宋光晨眼中的怒火都要喷出来了。沈黛西，你个败家的，到底还是把这笔钱花了。好，那你就别怪我无情了。宋光晨让我归还他的这13536.8元，理由是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花销，而我是赠与，所以我给他花的钱不算，他给我花的钱可以追回。我去他大爷的！原来他在送我金镯子的时候，特意在微信上说道：我希望你带着她在婚礼上成为我最美丽的新娘。
吃饭之前会在微信上说：宝宝，等结婚后我会带你吃更好的。确实是一切都以结婚为前提，而我给他的花销根本就没有他的这番心思。最让人震惊的是，在法庭上我把金镯子还给他，他确实我这个是假的，是我用金包银替换了他的纯金。法官鉴定，确实我这个是假的。同时，宋光臣还拿出来了当时买镯子时候的发票，这一下子实在是对我很不利。我看着宋光臣翘起来的嘴角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当时怎么看上这么个垃圾了？宋黛西，如果你把电车给我开，再给我爸妈把社保买了，我就不起诉你了。宋光臣一脸傲慢地对我说道，一副给我赏赐的嘴脸，让人恶心。我当庭表示上诉。庭后，我找了名专业的律师，律师听我说完后，表示胜算不大，主要是男方准备的太充分了，这一看就是有备而来。这期间，宋光臣还在不断地骚扰我：宝宝，你看我俩继续把日子过好，你我还分彼此吗？你家就你一个女儿，我俩结婚后，你的钱最后不也是我的吗？我看着这个凤凰男，还一副死皮赖脸的样子，给他回道：当初我也是想着和你结婚过日子的，才给你买了那么多礼物，没想到你现在翻脸不承认了。他警惕地回我：哎呀，那不是你单方面赠予我的吗？我看他不上套，也是很无力。被诬赖你盯上，真的让你感觉很无力。转眼间就到了二审开庭的日子，宋光臣得意洋洋地看着我：黛西，还没开庭，只要你和我承认错误，并且按照我说的办，我就撤诉，要不然你这次的败诉的记录就会上裁判文书网。你也不想以后别人都在网上查到这件事吧？我笑了，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。宋光臣本以为这次只是走个过场，没想到我一开场就给他来个王炸。当我的律师把第一个证据拿出来之后，别说宋光臣了，就连法官都是目瞪口呆。二审之前，虽然律师告诉我这是没有胜算，我一下子就给他甩了5万块钱，告诉他胜诉后还有5万。一个小小的民诉案子，律师费也就是5000块。这10万块钱对于律师来说，就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。果然，钱就是驱动力，真让律师找到证据了。我们呈上的第一个证据是打金店的一个直播视频，视频里宋光臣和他妈俩打电话说着：妈，沈黛西大手大脚的，我不可能真给她买个金镯子，现在这金包银1000块就能搞定。前天二姐给你买的金镯子发票你不是还在吗？直接给我，她好骗，我直接把发票给她看，绝对能忽悠住她。哈哈哈，她就是个傻逼，知道我要给她买镯子，还要给我买双球鞋，3万多呢。宋光臣看着视频，露出惊恐的表情，在法庭上大喊：假的，假的，这个是你们 AI 出来的。我的律师把打金店的监控视频，还有直播视频全部都拷贝出来，同时也拿着当时的发票去金店问了，根本就不是送我的那个款式。这下子足以证明宋光臣金包银的手镯是自己整出来的事了。紧接着，我方律师又拿出来了我给宋光臣买东西时候的记录，因为基本上都是网购，所以我都会在备注上写上一句给光臣老公的，当时是蜜里调油的情趣话，没想到关键的时候却成为打向渣男的一把利剑。法官当场宣布，我返还宋光臣的假镯子，他返我7万块。宋光臣一下子瘫在椅子上，嘴里嘟囔着不可能。我回到宿舍后，兴奋地和室友们分享了这一个好消息。市长刘露开心地说道：黛西你真棒，没想到宋光臣平时看起来人模狗样的，做起事了这么恶心。
李欣也一脸清醒地说道：“这种心机男，我是驾驭不了，太吓人了。”而一旁另一个舍友张丹丹却说：“要我说呀，光晨哥做的没错，谁家大学生整天带个金镯子走来走去，不怕丢了吗？万一平时在路上被坏人盯上抢走，说不准都有生命危险。要我说呀，光晨哥就是为你好，为你考虑。再说了，金包银手镯那也是真金子啊，你还矫情什么？像在我们村，好多姑娘出嫁的时候有一对银镯子就已经不错了。你真是的，遇到光晨这么好的男人还不知道珍惜。”听完他的发言，我三互相看了看，都无语了。这是妇女解放的时候，把他给落下了吧？这张丹丹大一开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食堂找兼职，据说学费都是助学贷款，生活费全靠自己挣。我看他可怜，还把他介绍到自家的酒店做前台兼职。既然你觉得宋光晨这么好，那你就接手呗。正好我俩也分手了，你俩可以大大方方的在一起过上你们的好日子。我看着张丹丹慌慌张张，眼神躲闪，这俩货不会是之前就有什么吧？本来宋光晨还想赖账不还钱，不过我的律师告诉他，这是有法院判决书的，不还你就等着被拉进失信名单吧。以后别说考公考研了，能不能让你毕业都是个问题。这一下子给宋光晨吓个够呛，把我给他买的东西都卖了。不过二手物品不值钱，一半都没卖上。听说还是回家跟他妈要的钱，才凑齐这个空缺。张丹丹这几天也是在宿舍里摔打打的，一看见他就翻白眼，嘴里还嘟囔着败家娘们，就知道花钱等等的话语。我不想搭理他，甩掉渣男让我心情很爽，及时止损才是人生大事。然而当我踏进食堂吃饭的时候，看见一堆人对我指指点点的，没错，就是她，是个拜金女，还是个捞女。听说她和男朋友分手，还讹了对方7万块钱呢。你别看她开一个好车，据说都是靠卖的来的，这你怎么知道？可别瞎传啊！贴吧上都有她在酒店和老男人开房的照片。市长刘露听见他们说的话，小心翼翼地安慰我：“黛西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他们是不知道宋光晨是什么人。”李欣也在旁边说：“对，咱们别搭理他，陷入自证陷阱。你们俩是早就知道了，对吧？”刘露和李欣听我说完，都有点迟疑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刘露，那个黛西呀，我们也是怕你上火，才没和你说。有人在校园贴吧里把你照片发出来了，还说了很难听的话。我要来链接进去一看，拜金捞女原来是圆角女。这么大的题目，瞬间就吸引了很多流量。同学们，本来我以为自己的前女友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女孩，虽然她平时很娇气，也爱花钱，但我都是尽量满足她。她说自己要金镯子，我本身也没有多少钱，但还是想办法去给她买了。配图、抽血照片，底下人评论：“我天，楼主这是去卖血了吗？你这真是真爱啊！”没错，她的物质需求特别大。但让我真正伤心的是，她竟然出去做圆角女。配图、酒店和别人照片。她说爸爸给她买了60万的车，但我不信，谁知道这钱从哪里来的？底下评论：“什么爸爸呀，说不准是哪个干爹。”我看着这胡说八道的帖子，气得跳脚。这一看就是宋光晨发的，得不到就毁掉，就是这种小人的作风。刘露和李欣让我发证明，特别是把前几天去法院打官司的事跟大家说一下。但我觉得这么一来算是便宜他了。首先我得查一下这些照片是从哪来的。照片里的人确实是我，不过里面的男人是我爸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高叔叔。前几天
他携妻子来我们这里办点事，老爸和老妈在外地回不来，特意嘱咐我一定要接待好他们。这几张照片都是偷拍的，特意去查了一下那天的监控，从那个角度来看，偷拍的人竟然是张丹丹。这种忘恩负义的人竟然就在我的身边。本来想立马辞退他，不过这么一来就是便宜他了。我给酒店的人事打电话，告诉他重新给张丹丹排班，别人最不爱值得班全给他，但凡他犯一点错误就开除他。为了避免让高叔叔和他的妻子误会，我拿着网上的照片特意去和他们解释，避免事件闹得太大，后果不好收场，也为了不让高婶婶误会。同时，我也把自己和宋光晨的恩恩怨怨都给他们讲了一遍。高叔叔，虎父无犬女呀，有你爸的那个劲，敢爱敢恨。高婶婶，这个宋光晨是不是名单里的那个人啊？我，什么名单？高叔叔和高婶婶对视一笑，并没有告诉我。回到宿舍，张丹丹开口就骂我：沈黛西，是不是以为你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呀？你凭什么让我值那个破夜班？还有，我就是去上个厕所就罚我200块钱，你赶紧的让他们还给我。以前我交代酒店的同事们，张丹丹是我同学兼室友，平时多照顾照顾她，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对她都很包容。现在我发出新的指令了，那人们见风使舵的本领可是最强的，马上什么脏活累活都给她干。这不，张丹丹才1天就受不了了，我上去拽住她，连续扇了好几个耳光。网上的照片是你拍的吧？是你发给宋光晨，联手一起污蔑我的，对吧？你明明知道我是这家酒店的老板，还在背后给我泼脏水，我看你是觉得我太好说话了，对不？张丹丹手捂着脸，眼神里露出惊恐的样子。你凭什么打人？有钱就了不起呀？怪不得光晨哥不喜欢你，要和你分手。我笑了，说你蠢，你还真是不聪明啊。宋光晨这种想吃软饭的凤凰男，早就被老娘甩了，也就是你，还当个宝。哦，对了，我俩分手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没转正啊？我知道了，是你太穷了，不能给他爸妈交社保。终于明白高叔叔他们说的哪个名单是啥了。原来高叔叔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，他是校友。为了支持和鼓励后来的学弟学妹们，他们夫妻俩每年都会拿出一笔钱作为助学金，支持表现优秀和家里贫困的同学。学校将选出符合条件的同学提前发给高叔叔。所以当宋光晨和张丹丹看见高叔叔的时候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。高叔叔看了2人笑了笑，转头对校长说道：希望贵校将来选人的时候将人品放在第1位。轻轻地把学校贴吧里污蔑我俩的事件和校长说了。校长看宋光晨和张丹丹的眼神都变了。高叔叔，我和黛西的父亲合作很多年了，没想到却被人在背后编排出这样的故事。贵校的校风真是让人堪忧啊！自然宋光晨和张丹丹的助学金是没了，他俩不知道接下来直到毕业，再也不会有任何荣誉给他们。宋光晨在宿舍楼下堵我：宝宝，你竟然骗我！原来你家是开酒楼的，你爸竟然那么有钱。没错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他我家是干什么的。张丹丹嫉妒我，巴不得我和宋光晨早日分手，也没有告诉他实情。宝宝，你看，我还担心你乱花钱，叔叔会不高兴。不过现在没事了，你家这么有钱，别说60万，就是600万也随便花，这是精神病吧？我家有没有钱关你什么事？下头男。他脸色变了变，强忍着说道：这次我的助学金没有了，我不怪你，你那么多钱给老公补回来，
小意思吧？到时候我妈知道了，一定会很高兴。之前你让我还的7万块钱那件事，她还一直生气呢。”我看着他在那不断幻想，直接打断他说话：“有病吧？分手了你是谁的老公？又开始惦记我的钱？你在网上发帖子污蔑我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现在还敢来我跟前蹦跶？”他一听，赶忙解释道：“都怪张丹丹那个贱人，是她误导了我，才让我误会了宝宝。宝宝，你原谅我，下次我不会了。”上来就要抱我。我一下子踢他裤裆上，趁他俯身叫唤的时间，赶紧回宿舍里。我在图书馆学习的时候，接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：“儿媳妇啊，我是你婆婆呀。哎呀，听说你家是开酒店的，阿姨这2天就要去你那玩，赶紧把最好的房间给我留出来呀。”“你谁呀？神经病吧？”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过一会儿，又一个陌生电话进入：“沈黛西，你竟然敢骂我妈是神经病！你赶紧去给她道歉，再给她买个金项链安慰一下她，要不然以后我俩结婚有你哭的时候。”我听到那头是宋光晨的声音，昨晚的饭都要吐出来了。我说：“宋光晨，你是不是一个大傻逼？我俩都分手这么久了，你又起诉我，又造我黄谣，现在在那跟谁俩装逼呢？还给你妈买项链，买你个大头鬼！”之所以一直没收拾宋光晨，一是我爸一直告诉我做人留一线，不要给人逼上绝路；二是网上的帖子删了，我也就不想把事情闹大。但我低估了人性的恶和贪婪。宋光晨知道了我家的经济水平，现在就像是黄泥掉裤裆，怎么甩也甩不掉。这边我没搭理这对奇葩的母女，但没想到这俩人接下来的事迹实在是震惊我了。宋光晨妈妈得知我家是开酒店的，并且档次还不低后，立马和亲戚们吹牛逼，吐槽自己儿子多么有能耐，还在上学期间就已经钓到了一个白富美，并且白富美以后的家产都是他儿子的。牛逼是越吹越大，最后宋光晨和他妈自己都相信了，现在已经把我家的酒店当成自己家的了。所以当亲戚们问他什么时候能来我酒店住的时候，宋妈直接表示没问题，自家酒店想住多久住多久。虽然在我这没讨到好，但是人家把7大姑8大姨直接拉到酒店里来了，告诉前台她是我的婆婆，让前台给他们开最好的房间。我听说这个酒店最好的房间是总统套房，一晚上要18888呢，我们能不能住啊？宋光晨他妈一听，立马表示能住，怎么不能住？他的一切将来都是我儿子的，现在我们只是住他个房间，怎么了？一旁的亲戚听完，直接恭维起了宋光晨，他二舅还是小陈厉害，还没毕业就是人生赢家了。他三大爷，你说我家的小子要是能有小陈一半优秀，我就知足了。宋光晨被大家捧得飘飘然，脖子挺得柳直，大家放心住，想住多久住多久。众人瞬间欢呼起来。今天晚上酒店前台值班，其中一人是张丹丹，她趁着另外一个前台不在，直接给他们开了3套房卡。光晨哥，这总统套房平时没人住，我先给你开了，但是你们千万别动里面的东西啊，有很多名贵的酒和摆件，丢了和坏了都是需要赔偿的。张丹丹心里忐忑地嘱咐道。宋光晨看他一副畏畏缩缩、抠抠搜搜的样子，瞬间起了厌烦心理。看张丹丹一身小家子气，眼神也开始邪腻起来。废话怎么那么多？我就是吃了喝了，黛西又能拿我怎么样？说完，带着一帮人直接进了房间。而我是在第2天才得知此事，平时没人住的总统套房。谁知道第2天就陆续开始有人入住，
当前台办理完，带领贵宾前往房间的时候，一打开就是横七竖八的一群人。此时，酒柜里的洋酒和茅台瓶子散落在一地，格子上放的乐高摆件也摔碎了，哪都是。前台一看，这场面顿时懵了。系统里显示这几个房间没卖出去呀。当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赶过去，并要求他们立刻报警。就听见宋光晨和他妈在那大喊大叫：“我住儿媳妇酒店，怎么了？你们说话给我放干净一点，小心我让儿媳妇把你们都开了。”宋光晨看我过来了，也是立马来到我旁边：“宝宝，你看我妈前几天都和你说了要来酒店住几天，你们酒店的人还让我赔钱，你赶紧告诉他们这是误会。”我甩开他要来拉我的手：“宋光晨，你的脸呢？不要了。”他一旁亲戚听我这么说，他顿时吵吵起来：“光明啊，女人不能惯呐！这要是在我们村，敢顶嘴老爷们的媳妇，早就一巴掌呼过去了。”宋光晨心虚地看着我，告诉他们别说了。宋光晨，我报警了，你这次想想的赔多少钱吧？一听说我报警，他妈立马骂起来：“小娼妇，你竟然敢报警！自家老爷们儿吃你喝你点东西，怎么了？你婆婆我在你跟前，你都不知道过来孝敬，我看你是找打。像你这种不知道孝敬长辈的东西，也就是我家宋光晨要你，要不然谁会娶你这种败家娘们？”我看着眼前这乱糟糟的一幕，无语死了。警察来了之后，直接把他们全部带走。我让经理核定了一下金额，3间套房，再加上房间内损坏的酒和物品，以及不能让顾客及时入住的损失，已经超过了20万。同时，我们也报警，张丹丹私自把他们放进来，警方一起带走。最后的结果是张丹丹赔偿5万，宋光晨他们赔偿15万。宋光晨家的亲戚一看这场面，瞬间明白了，这是俩母子吹牛逼没整成功，而宋光晨他妈还想让大家拿这笔钱，结果被他们骂个狗血喷头。是你邀请我们来住的，酒店屋子里的东西也是你说我们可以随便用的，现在还想让我们掏钱，没门！张丹丹拿不出这笔钱，他爸妈来到学校找我要给我跪下，希望我能不让他们赔这笔钱，根本就不可能。最后，张丹丹被他爸妈强行拽回了家，嫁给了一个40多岁爱家暴的老光棍，把彩礼钱一部分拿出来赔给了我。而宋光晨他家原计划拆迁分的2套房，也一直没有拆迁，最后没有办法，只能宋光晨去网贷。有天我下楼取外卖，突然宋光晨拿着一把刀向我冲过来，我直接把外面甩他脸上，水煮肉片的辣椒糊住了他的双眼。趁着这功夫，旁边的人趁机把他制服。我连着他之前在网上抹黑我和这次谋杀我的事一起把他告上了法庭，最终他被判了9年。而我也时常开着电车载着我的另外2个室友游遍山河，新的生活在等着我，美好的事物也在等着我。